我最近要参加一个好大儿的婚礼，然后受我儿之托，我们要和他一起做出来300份这次婚宴给大家准备的伴手礼。因为考虑到他办的是草坪婚礼，所以这个伴手礼包我们打算做点吃吃喝喝的东西。这第一样东西是垫肚子的蒜香黄油面包片，为了配合婚礼的气氛，我们自己做了好多新型面包，还调了个巨好吃的黄油酱。这烤完了有特别大的黑胡椒香味和蒜香味，然后吃着还特别酥。但是这新型面包做起来太麻烦了，我就掺了一半法棍。就是我跟新郎讲的也很明白，我说如果你想每片都做成新型的话，那基本可以确定你俩的1周年纪念日就是我们哥几个1周岁生日。然后我们要做的第二样东西是喜糖，但是这么热的天吃糖实在太干巴了，我就买了3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点果冻来蘸这个喜糖味。我们的计划是1大带6小，大包装做鲜果果冻，果子都扒皮去核了，冻用的是茉莉花茶做的茶底冻，这冷藏一下吃真的特别清爽。然后小包装呢，我们选了6样水果榨汁儿，都做成了果汁果冻。但是快做完的时候，爹告诉我们临时又加了10桌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共得做出3000多个果冻，而且只能一个一个做。这是我们做这么多东西以来第一次对数字感受到恐惧，真的，就我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他妈感觉天塌了。这样东西我们想做的是最近特别火的杨梅荔枝饮，不过为了喝的时候方便，我们只保留了杨梅果肉，最后做的是杨梅荔枝气泡饮，并且做完就直接冷冻了，等拿到现场的时候正好是化的有点冰碴的状态，喝着特别爽。完了最后一样东西就纯是为了凑双数，新郎让我自行发挥，于是我买了400张刮刮乐回来。最后把所有东西都给爹审了一下，爹表示非常满意，然后我们就把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喜字和新人的 logo 贴。就这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是靠意念在支撑了，做这些所有东西我们整整干了7天，每个人睡了不超过30个小时。不过好在最后没耽误什么事儿，所有东西都准时摆到婚礼现场了。看着这么多年的哥们嫁人，心里还是挺感慨的。但是吃完席之后我就开始发烧，整整病了10天。后来我跟我这爹说，我说你俩可一定得好好过呀，真的，我们为这场婚姻付出的可真是太多了。和400人一起去露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做了一个以物换物的露营活动，我们打算做300斤酸梅汤和600斤周黑鸭去和大家交换食物。不过计划的挺好的，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别多的意外。先是因为下大雨导致酸梅汤的原料送不到了，我们后来跑了半个哈尔滨的中药店才把这些东西都买齐，然后准备熬汤和洗鸭货的时候，家里又停水了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搬着这700-800斤东西去我妈家求救。结果刚收拾了2个小时，这边又停水了。我当时看着那水龙头我都快哭了，我寻这也不是本命年呢，怎么能他妈这么背呢？所以后来那几天为了抢时间，我们基本就没怎么睡过。但是要命的是这2样东西做起来它就急不得，因为酸梅汤是用砂锅熬的，只要但凡大点火那就得漏得跟花洒似的。然后鸭货也不能急，因为每种鸭货的时间和火候都不一样，就只能一锅一锅干。我们前后一共卤了50多锅，为了入味卤完又泡了一宿。不过过程虽然折腾，但东西做完了还是挺好吃的。这酸梅汤合成本9.5块一瓶，喝起来味道特别纯正，鸭货卤的也特别入味，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鸭，但就是做的太慢了。后来打包的时候已经是我们出发前的最后6小时了，就看着那倒计时都要给我急死了，急得我只想上厕所，但是却一滴都尿不出来。真的，我上一次出现这种生理反应的时候，是我高考那年以为自己答不完卷了。然后这个活动的规则很简单，就是哪怕只带一块口香糖来，也可以换走一份我们做的吃的。其实这个活动有且只有一个参与门槛，就是玩的高兴。不过来的朋友们真的都特别热情，有带狗的，有骑马的，有带200个烧饼的，还有带300杯奶茶的。好多朋友还带了自己做的吃的，都特别精致。就这么一比，我们几个好像就是个废物。然后还换回来好多有趣的东西，从英国来的 CD， 从沈阳来的鸡架，从旁边河里现打的鱼，还有这过2天就要结婚的喜糖。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别高兴，分别组成了流水的麻将局、狼人杀局，还有永不散场的酒局。还有好多从头到尾一直热心帮忙的朋友们，真的特别感谢。所以陆续我们就把交换局做成分享局了，把所有吃的都给大家分了。后来我看情绪到了，我觉得是时候邀请大家喊出那句夯实的口号了：狗送好好活着。
我最近去参加东东和三七的婚礼了，作为他俩的10年老粉，我打算把他们的婚纱照做成一个5210块的纯手工拼图送给他们。但是这拼图整整做了18天，做的我差点没赶上他俩婚礼。刚开始我是想给他俩做个纸质拼图，所以前几天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把纸壳做成硬纸板。但是忙活了几天，我发现做纸板根本遥遥无期，倒是做出不少30年前我奶家用的厕纸，而且我弟尝了一口，就连味儿都是一样的，我当时都崩溃了。我心说研究了6、7天，合着纸质拼图就研究出个纸，完了还是测的。所以后来我就想给他俩做磁吸拼图了，我打算用1毫的软磁贴粘上1毫的卡纸板，组一个1.2米乘1.8米的大画板，然后把他俩的婚纱照画到这上面。但是这画画起来实在太折磨人了，这里边头发、眼睛这种细节的地方实在太多了，甚至包括养乐多的狗毛都需要1笔1笔画出来。我后来数了一下，这画我弟和我二姨一共呢画了7万来笔，然后在空白的地方我们画了几个 Q 版照片，基本上都是全网最深的记忆点了，包括白眼狼先生也在此占有了一席之位。这画到最后我们一共熬了5个大夜，那后期我仨对咖啡都免疫了，就甚至连那老补心丸我们都开始一板一板吃了，这活干得太费命了。后来裁块的时候，因为实在是没法裁成拼图形，就都让我们给裁成不规则的滚刀块了。裁拼图的时候我感受了一下，要真裁成5000多块，那每一块都太小了，所以最后折了个中，我们给它裁成了2999块，而且裁完之后我们又把整个拼图都拼上了，给他俩照了个相。我说但愿这不是他俩唯一一次看到这个拼图的全貌。最后打包的时候，我还给他俩做了个100年好合，但是因为整个制作过程比较赶，就导致我俩去送拼图的时候非常极限。我俩抱着这20斤的拼图，从哈尔滨到杭州一直都在狂奔，给那鞋底儿都磨出火星来了。好说歹说算是赶上了，然后给他俩讲解了一下这个拼图的构造。我估计有这么个大玩意儿，他俩的婚后生活应该是不会无聊了。就我做18天，可怎拼啊哥？多少天？18天。那我敢肯定你18天肯定拼不完。最近这天越来越凉了，好不容易这2天赶个晴天，我们决定放个假，抓住夏天的小尾巴，我们要出去露营了。然后想到这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次露营了，就决定干把大的，光打包就收拾了1天1夜，差点没给加班。后来这些东西我们车装不了了，我甚至还租了个货车，开着箱货去露营去，这是我干过最越野的事了。然后为了让这次露营能更有仪式感，我买了个蒙古包当帐篷，但眼高手低了，我们6个人花了4个小时才勉强给它支棱起来。给它支棱起来之后，我们几个谁也支棱不起来了。我现在觉着要不在里边住个3天3夜，那都有点对不起我们这个老腰。这蒙古包搭完了，烤全羊也可以准备烤了。这羊我在家腌了20个小时，上架子就满园飘香。然后我来之前还研发了一个可以搅动的烤羊炉，但是来的路上可能太越野了，不知道啥时候给磕坏了。它现在蹬不了8秒就开始掉链子，我们后来到底还是手摇了3个小时。然后一心在这烤羊也没注意，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来一群羊。我们浅浅的对视了一下之后，互相都有点绷不住了。我有特别强烈的感觉，他现在脑子里应该只会闪过一句话，就是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然后怕这一只羊不够吃，我们还穿了根串，3米的签子挂了10斤肉，非常标准的东北大串。我们甚至还为穿这个串现组了一道流水线。完一见这串，我姐贼激动，苦苦在这照相。串生生烤了2个小时才烤熟，俩人吹火，俩人翻面。这大块肉吃的是真过瘾，但不能撸，我认为是他唯一的遗憾。然后经过了3个小时的炭烤，烤全羊也出炉了。这回烤的真的很香，旁边钓鱼的都过来闻来了。而且它出炉的时候刚好赶上日落，这氛围感也太好了。忙活了2天就为了这一刻呀，吃着烤羊看着夕阳，再来一锅冒着热气的火锅面，我别说这2天了，我感觉我这辈子都值了。不过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晚上摸黑收摊收了4个小时。收完垃圾之后，我们又连夜把这2吨东西抬回了我那没有电梯的3楼，到家都早上4点半了。我进屋之后非常恍惚，我寻思不说好放个假吗？这怎么比在家拉磨还累呢？